大家好，今天的走路影片呢，不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在一个可能99%的台湾人或者是外国人都不知道的以色列的城市，但是这个城市却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的城市。是哪里呢？就是摩迪印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给大家看一下摩迪印这个城市长什么样子。The stars guide us again. Your end, perfect in mine. That laugh, those eyes are all that I want.摩迪印这个城市呢，其实就是位于耶路撒冷跟特拉维夫中间，刚好就是相距30公里。那这是我觉得长得最不像以色列城市的一个以色列城市，它给我的一个感觉就像是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城市。所以今天的走路影片走的这条街呢，就是摩迪印市政府还有警察局前面的这条马加比大道。那摩迪印它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在西元前2世纪，就是2200年前呢，有一个很出名的家族。那这个家族就改变了以色列应该说是犹太人的历史。这个家族呢就叫做马加比，所以这里不但这条大街叫做马加比大道，前面还有一个博物馆，就是记载那个时期所发生的故事，以及在这个地区发现的各式的文物。那个博物馆就叫做哈斯摩尼博物馆 （Hasmonean Museum）， 是新开的，好像是2年前才开的。那一般的那个旅客是不可能来到这里，因为这个以色列它有太多重要的地方了。那摩迪印它虽然对犹太人重要，但是对一般游客没有那么重要。那所以是谁会住在摩迪印呢？基本上现在会住在摩迪印的，怎么了吗？你要我走你前面吗？我说基本上现在会住在摩迪印的人呢，就是去耶路撒冷或者去特拉维夫上班的人。当然摩迪印自己也有他的新创公司，我不知道哪一些公司具体来说，但是因为它的房价比耶路撒冷跟特拉维夫便宜，我不知道具体便宜多少，但是我上网那个时候看是大概便宜了30%，就是你可以用7折的钱，然后住在离耶路撒冷可能开车45分钟，离特拉维夫也是开车45分钟的地方，所以这是我们的教授说一个很适合睡觉的城市，因为住在这里的人基本上就是晚上回来睡觉，白天就去别的城市工作。而如大家可以看到的，这里的商店啊、住家呀，都弄得很新。是这样，这里全部是卖酒的，各式各样的啤酒、红酒、白酒、粉红酒，然后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产的。以色列有很多的酒庄。这是上一次乔燕我中奖的时候，就是中到冈姆拉的这个牌子。这是感觉非常高级的一个超市，来看看它的价格跟我平常买的有什么不一样。17块，只贵了1块。这个贵很多，这贵了1倍。然后这还好，这些香料都还好。然后
生菜12，对，它这边大概都贵1块而已，就还可以，可是它很齐全。然后这边都是生轮的，肉的切片跟很多的热狗，平常也不会看到这么多的热狗。然后这边是很多的起司，各式各样的起司，但都是用希伯来文。这应该不是猪肉的吧？因为这里是宗教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，一定是鸡肉或者是牛肉的。可是这看起来实在是太像培根了耶！老公，这是培根吗？我觉得它看形状是啦。对，看那个肉的分布还有骨头，我觉得它是猪肉，只是这边不是个kosher的地方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吃猪肉吃这么多年了，还会不知道猪肉长什么样子？没吃过猪肉，也看过猪走路。对呀、看 Kenny 有没有成功？是猪肉。哇！但还是太贵了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要70，就等于台币要600块。买培根花600块，应该不用了，太贵了。所以这边有很多哦，俄罗斯犹太人世俗的，对。熟食区来了，这里是1公斤55的烤鸡，已经烤好65块一整只，合台币600块，我觉得好像贵台湾3倍。然后咸派40缺口，所以我觉得 OK。这是鱼肉、鸡蛋、烤牛肉，各式各样的，还有水饺，所以真的有俄罗斯犹太人在这啦，不然不用卖那个水饺。面包类，刚刚的火腿区不是结束了吗？没有，这里还有更多，真的是很神奇。这么喜欢吃牛肉火腿吗？或者鸡肉火腿？你看这边也都是。应该没有猪的吧？因为如果他把猪的放在鸡肉跟火鸡肉、牛肉这些的旁边，其他犹太人应该会吓死吧。这里的肉种类好多，看眼花缭乱。然后这种schnitzel 的炸鸡排是以色列很常见的，他们也很喜欢，不是只有小孩喜欢，大人也喜欢。薯条，然后冷冻的蔬菜。然后这个 Beyond Meat 是那个假的肉，用蔬菜、大豆等等东西做出来，模仿真正的肉。32块9。33块。33。然后只有226克。算了，我已经价值观偏差，我不知道有很贵吗？还是还可以。对。然后这边有海鲜，所以就看得出来它不是一个真的 kosher 的店。这是鱿鱼嘛，然后这个虾饺还蛮好吃的，然后冷冻的鱼，冷冻的鲑鱼，冷冻的虾，冷冻的鳕鱼，蟹肉棒哦，有俄罗斯犹太人真好。Google 说这是什么凤尾鱼片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然后呢，更多的 yogurt 跟起司，真的没完没了，各式的 yogurt。然后尿布区，看看它的价格。我那个在一般的以色列超市，2号是买3包85块，它的2号1包是38块，就是正常，但是它没有特价，所以
3包的话就哇100多块，所以我在比较普通的超市还是比较划算。然后以色列很多那个免洗餐具，可能是因为很多的家族聚会，那他们就会用这种漂亮又高级的免洗餐具。这个真的很漂亮，你看还有金边呢。然后10个16块 shekels， 以以色列物价来讲，应该是可以接受。然后，哇，看到这么多奶制品，喜欢优格的人应该特别的高兴，在这边这么多种。我觉得这一家的超市有那种在国外，真的国外，不是说真的假的国外，就是美国的那种感觉。因为同样的一种产品，可能就有5、6种选项。好比说番茄酱好了，它就好几种番茄酱，或者是橄榄好了。不过橄榄到处都很多种选择。嗨，老公，你有找到什么吗？我知道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牛油。对啊，很特别。很特别哦，这里很有俄罗大。斯的牌子。难怪它的种类很多，它把俄罗斯的牌子都加进来了。我觉得很神奇的还有这边的糖果，一大堆，然后这边一大堆，各式各样的。如果就是这个牌子是 Elite， 是以色列本土的，但它可能真的连俄罗斯的那边的都加进来，所以才这么多种，一大堆。我知道可以在这里找到乌克兰的那个，暂时忘记叫什么牌子了，但可能是这样啦，所以这么多种。然后这样我们就绕一圈了啊。对，水果的物价。桃子1公斤是20块，和台币180，然后那个樱桃是一盒19块，大概是半公斤这样子，所以差不多。然后酪梨现在都变贵了，那个时候买最便宜1公斤才5块5，现在是20块。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在季节买才会划算。好，我们应该要结账啦。Kenny 在这边已经看到更便宜的，一盒30个30块而已。胶囊咖啡不知道，但是是意大利牌子。好了，结账了，所以绕了一圈，我们买了咖啡。这花花很漂亮，看这么美的花，1包25块，然后玫瑰是30块，真好。我刚刚是说，就是因为某丁这个名字是以前就存在嘛，就是因为马加比家族的关系。那后来它城市重新在扩建啊，还有规划这个新的部分的时候，就继续用这个名字。那它的城市是在1996年的时候才重新建造起来的。那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它主要的大路就走完了。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可以来吃午餐。我们推荐有一家，是在我们前面还是后面？前面啊，等一下再推荐给大家，因为那一家的商业午餐蛮划算的。我们刚刚在那边吃一个人65 shekels， 你可以点2串烤肉，然后它有送3个小菜跟2个主食。This life, this home, babe, yeah, we did good. Our love feels just right.
这个城市目前的人口是10万人，并没有很多。耶路撒冷好像是500万吧，400万。反正某地印的城市的人口很少，只有10万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外面，所以也许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路上看不到什么样的热闹的场景。但是呢，这里的平均的生育率是7.2，每一个女人她有的孩子是7.2个孩子，非常的高，它是以色列最高的一个城市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某地印也有很多宗教的犹太人住在这边。然后呢，这个画面呢有2个重点，一个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哈斯摩尼博物馆，新的就在这边。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推荐的一家餐厅，虽然说它在 Google 上面的分数好像只有4.2吧，但是以它的装潢，还有它的CP 值，还有它的这个风景，种种因素加在一起，就觉得这是难得的好餐厅。有机会的话可以过来这边。然后这是我刚刚才发现的，就是蓝色的旗子，它写的是 Midnight Run， 晚上半夜的马拉松。它刚刚路上也有很多牌子，就是说什么这边右转啊，这边700公尺啦，类似这样的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的市政府也是像是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的市政府那样，就是想要做一些活动来，让大家更喜欢这个城市。前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可以给大家看。前面那边就是我爱某地印，没有啦，它只有写某地印，但是 O 变成一个爱心，所以看起来就是我爱某地印。耶路撒冷跟特拉维夫都有那个，好像很多城市都有。那这个地方离这边是属于犹大山地，所以离圣经一些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地名是蛮近的，好比说耶路撒冷当然就不用讲了，就是大家都知道。但还有像是伯示麦啊，伯示麦离这里大概开车是20分钟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就是这个地区在过去其实是蛮重要的。犹大山地还有一些重要的景点，像是伊拉谷啊，那个亚亚伦，然后还有参孙的爸爸的墓，其实都算是在开车半个小时内都可以到的地方，所以这就是某地印的相对位置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，OK， 如果耶路撒冷的房价那么的贵，可以用7折的价格住在这样子漂亮的地方，然后该有的设施也都有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要花比一般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多个30分钟的时间通勤，那花这样的代价，可是小孩的那个生活环境会好很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值得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走路影片拍完了，你有话要说吗？妈妈出镜一下。我刚刚的问题是，如果说你只要花7折的钱可以住在这里，然后环境更好，但是缺点是你要花半个小时通勤，那你愿意吗？我如果是这种相对条件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在耶路撒冷。哦，是吗？哦，好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边就像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城市一样，他不会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是住在圣地的。可能对我们外国人是这个样子，可能对以色列人，他可能会选择比较他条件许可的地方，可能跟他的职业、跟他的工作有关。这里是圣地，是马加比家族的那个发基地。以色列啦。那对于我们，对于以色列、对耶路撒冷有向往的话，我觉得那就多花那个钱。对对对，可能我情愿多花一点，可是我在耶路撒冷，它听起来就是不一样。那如果5折，住这里只要1半的价格，
那就可以开始考虑。所以7折不可以，5折可以。对，我觉得7折就差30%，那个代价就很高。好吧，那请大家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你的底线至少要打几折你才愿意？我觉得3折会比较好。哦，好吧，希望某地印的市政府可以看到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。好，大家拜拜。